大家都知道 Gemini 这个东西非常好用，并且它已经集成到最新的 Chrome 当中了。但是因为各种限制，目前来说的话，只能在美国地区使用。但是有很多小伙伴迫切的需要使用这个功能，所以呢，就有了这个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直游民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因为个人原因，已经万年没有录过视频了。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如何在这个 Chrome 当中来使用 Gemini 啊。其实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一直使用的都是 ChatGPT 家出的这个 ChatGPT Atlas 这个浏览器啊。这个浏览器的话，也给大家安利一下，其实也非常好用。因为我的 ChatGPT 的会员已经到期了，并且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 Gemini 之后呢，我决定还是转投 Gemini 啊，它更加好用一点，至少在我需要的领域里边它更加好用一点。目前来说的话呢，我当前使用的浏览器它是 Chrome 的一个 DV 的版本，因为这个 DV 版本它是支持这个纵向标签页的。很早之前用一款浏览器叫 Arc， 有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它，但是后来已经停更了啊。再后来的话，使用这个 Atlas， 它也是一个纵向标签页。因为我一直使用的是这个 Studio Display 啊，它是一个比较宽屏的屏幕，我使用这个纵向标签页比较舒服，所以用习惯了之后很难再接受这种横向标签页，所以就用了这个 DV 的版本。那其实用普通的版本也是一样的。其实本地我也装了一个稳定的版本，那我接下来演示一下吧。那我首先呢，打开这个 Chrome。打开之后呢，因为我登录了比较多的账户，如果你只有一个账户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选择页面了。比如我随便选一个账户，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右上角并没有 Gemini 这个图标，对吧？那是因为我现在人在中国大陆地区，它是不支持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说明。来到这个 Gemini in Chrome 这个官方文档这里，我们滑到最底下，可以看到最底下有一个 Where is Gemini in Chrome available？ 它这有一个说明，它是 in US， 目前的话只有美国地区可以使用，并且它还需要你把这个 Chrome language set to English 啊。那目前的话呢，我整个操作系统环境呢都是英文的，所以呢也不需要单独去设置。如果你那里不是这样的话，建议你把它设置成英文的，这应该是一个前置条件。但是我也没有试过把它设置成中文能不能用啊，但是还是按照官方的文档的话，把它设置成英文的比较好一点。那你要使用这个 Gemini in Chrome 呢，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。第一呢，肯定是科学代理，对吧？你要有能翻墙的条件啊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翻墙的啊，这里录了一些视频啊，几个系列的视频，在很早之前录的啊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。那第二点的话呢，你肯定要有一个 Gemini 的会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这是 Gemini 不同的订阅以及它们的区别。你要用的其中的一个特性就是这个 Gemini in Chrome， 就是这个特性。你要用这个特性的话呢，首先你需要用一个Plus 的级别的订阅，或者说一个 AA Pro 的级别，或者说一个 Ultra 的，这都是可以的。但是 Free 的版本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这个支持。我相信用这个功能的小伙伴肯定都有这个 Gemini 订阅，对吧？这应该不是一个大的问题。那最后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你需要处于美国地区。显然我们很多情况下并不处于美国地区，对吧？虽然我现在挂这个代理呢，走的都是美国的代理节点，但是它依然无法正常使用。那怎么去指定这个地址呢？网上有很多小伙伴说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各种插件啊，通过一些开源库啊什么这样的复杂的功能去实现我没有去研究啊，那我觉得那太复杂了。其实直接通过一条指定一个 Chrome 启动的参数啊就可以实现，就是这条指令。大概解释一下这条指令，前面就是打开一个应用程序啊，这个应用程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Google Chrome。这个应用程序的名字在哪儿呢？就来自于你这个应用程序目录下边，就是这个 Applications 目录下边的应用程序的名字。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Google Chrome， 后边这个 args 就是你指定的参数，后边这个参数它是我们要指定的关键，就是 Variations override country， 表示说你要把它覆盖到哪个国家地区啊，我们选择 US 啊，表示是美国地区。我们通过这条指令来启动一个 Chrome 啊，它打开了 Chrome 这么一个应用程序。如果你有多个账户的话，你选择这个账户的前提是你肯定是订阅了 Gemini 的会员。我随便打开一个啊，可以看到右上角就已经有这个 Gemini 图标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打开使用了。因为这时候它把这个地区修改成了美国，所以使用起来是非常简单的，也不需要通过什么这那的复杂的工具啊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你不可能每次打开的时候都通过这么条指令来指定这么一个参数，对吧？这使用起来非常的痛苦，而且我相信大部分小伙伴并不习惯于用指令去操作，除非像我们这种技术人，每天就对着一个破黑框。那你怎么就方便的使用这么一个指令，就像你日常点开一个应用程序图标一样方便的去使用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把这条应用指令呢包装成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去包装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你在你的操作系统里边啊，原生带了一个工具叫 Automator 啊，我相信这个工具啊，在大部分小伙伴操作系统里面躺了很多年，都不知道干啥用的，对吧？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Launchpad 去找一下这个应用程序啊，就这玩意儿，我们把它点开。
点开之后呢，你需要新建一个 document 啊，这时候你选择一个 application 啊，表示一个应用程序 choose。这时候呢，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。这时候其实我们需要让它执行的只是一个 shell 指令，我们直接敲一下那个 shell， 过滤一下，好，找到一个 run shell script 啊，就是运行 shell 脚本，打开。这时候把我们刚才那条指令贴过来。我首先把这个刚才打开这个程序关掉啊。这时候呢，右上角有一个 run 啊，我点击，这时候它就把浏览器打开了。我选择这个账户啊，可以看到右上角就有Gemini了啊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接下来我们把刚才新建的程序保存一下，比如保存在 Downloads 目录，我给它起一个名字，这个名字你随便起啊，你找一个你喜欢的就行了，比如说 Chrome with Gemini 啊，保存，Automator 就可以把它退掉了，全部关掉。这时候我们来到这个 Downloads 目录下边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新建的一个应用程序，我们直接双击 ，OK， 它就把这个 Chrome 打开了，对吧？就可以正常去使用了，是不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？但是我相信有强迫症的小伙伴会发现这个图标长得太丑了，对吧？那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图标换一下就行了。那换成什么图标呢？我相信大家肯定更倾向于把它换成这个Chrome 的图标，对吧？那我们来找一下 Google，OK， 找到它，我们右键找到这个 Get Info 啊，或者说直接 Command 加 I 啊，选中这个小图标啊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选的这个是 DV 版本啊，我们选择这个正经版啊 ，Stable 版本，选择这个小图标，选中之后它有一个小边框选中了，对吧？我们直接 Command C 啊，复制，选中这个玩意儿 ，Command V 粘贴，搞定啊，关掉。我们再来到这里啊，就可以看到它的图标已经变成了 Chrome 的图标，对吧？这样看上去，你这个假的 Chrome 是不是就看上去比较舒服一点？如果你经常使用啊，你这个应用程序，那你可以直接吧唧把它拖到 Applications 目录下边，对吧？它就变成了一个貌似是一个正经程序了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你的一个套壳程序啊。这时候你可以直接打开你的 Launchpad， 找到这个应用程序了，对吧？点击啊，这不就打开了吗？啊，这不就用上了吗？对吧？就是这么粗暴且简单啊，不需要通过什么花里胡哨的各种插件啊、开源库啊去折腾一圈啊。最后我们再多说一嘴 ，Gemini 有什么用啊？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 CNN 这个网站来在看这个 Tesla 的股票，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右边就可以找到这个Gemini 的图标啊，直接把它点开。我这里之所以没有这个图标，是因为我使用了这个纵向标签页啊，把它给挤占了。你点这个小图标啊，这里有一个 Open Gemini in Chrome， 就是点这个啊是一样的。这时候我可以让它分析一下这个股票，分析一下当前股票。好，这时候它就去抓取了当前这个网页里边的信息，比如说当前的时间，然后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啊，以及它的走势什么之类的啊。比如说我问他一下，最近特斯拉股价剧烈波动，有哪些主要影响因素？这时候他就会去帮我去互联网上抓取信息，并且回复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应用场景。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更牛逼的用法分享在视频的评论区，让我等观摩瞻仰啊！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定什么时候再见。